非有消息，印度电缆航空的一架客机上周三遭遇冰雹。这架客机载有227人，当时正从德里飞往斯里那加。多亏飞行员的技术高超，飞机最终平安落地。落地后发现雷达罩被冰雹砸出了大窟窿，非常的吓人。飞行时航路上遭遇恶劣天气是常有的事儿，比如雷雨、结冰、湍流、冰雹等等，会对飞行安全带来危害。去年5月，新加坡航空的 SQ321 航班在泰国附近空域遭遇湍流颠簸，造成了1名乘客死亡，多人轻伤，约30人入住医院治疗。2009年2月，美国大陆航空一架 -8 客机在降落布法罗时遇到了严重的结冰气候，加之飞行员操作不当，导致坠机。冰雹的危害想必大家不会陌生，夏天发生冰雹，车辆风挡被砸坏的情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。要是在空中，冰雹的打击速度与飞机空速叠加，能够瞬间对飞机的蒙皮、风挡玻璃、机翼或尾翼前缘结构等造成严重的外伤。大量的冰雹进入发动机，可能引起压机机失效、熄火或者是叶片损伤，严重时可能造成发动机失效。飞行员的视野受限，尤其是在夜间或者仪表进近阶段，操作难度将显著增加，飞行风险也会随之飙升。因此，一旦识别出恶劣天气的可能性，必须采取绕行等安全措施。而这次电缆航班遭遇冰雹事件，有最新的消息说，印度飞行员曾经试图借道巴基斯坦空域以躲避冰雹，但是拉赫尔区域调度人员拒绝了这一请求。从当时的飞行轨迹看，这样讲似乎有道理。斯里那加是印控克什米尔的首府，与印度内地的联系主要依靠民航。斯里那加到德里的航程约1小时45分钟，印度4家主要航司都参与竞争。现在这条航线每天有10对航班，票价长期相当于400元人民币左右。德里到斯里那加航线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使用巴基斯坦领空的，只要向东稍作偏移便可直达。但是当天印度一方对流很激烈，只有拉合尔北部有空档，所以飞行员申请超近道穿越。民航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借道他国的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中有相关规定，体现的是飞行安全优先的国际通行原则，强调了任何的政治、行政或者是空域主权因素都不应以牺牲飞行安全为代价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，按理说应该给予方便。但是印度与巴基斯坦最近关系不好，4月22日，恐怖分子在印控克什米尔杀害了26名游客，印度与巴基斯坦因此还发生了小规模的交火，双方直到现在还互相关闭领空。在绕道被拒绝后，印度飞行员只好硬着头皮穿进了云层，没想到遇到了冰雹，但幸好空客的客机还比较结实，飞机最终平安落地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该不该拒绝电缆航班绕道呢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